若不是最近的美伊冲突，很多人或许从来没有听说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现今的世界，一旦地缘政治开始紧张，呼吸之间就能牵动全球命脉的航道，远不止这一条。今天就让我们来盘点这些全世界的水道咽喉。欢迎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查史不易，费时费力，耗尽心血啊，没有天理。烦请您点赞、关注、转发我的频道，谢谢。土耳其海峡是黑海通往地中海的唯一出口，是欧亚能源与粮食运输的关键通道，它几乎没有替代路径。俄罗斯、乌克兰等黑海沿岸国家基本没有第二条海上出路。一旦受阻，俄罗斯的原油及大宗商品的外运和乌克兰的粮食出口都会受到严重限制。作为全球重要粮仓之一，黑海粮食一旦受影响，不仅会冲击中东和北非等依赖进口的地区，也会推高国际粮价。同时，黑海沿岸国家经济将明显承压，地缘紧张程度将进一步提升。俄乌战争以来，土耳其海峡显得格外的敏感。土耳其政府依据蒙特勒公约限制战时军舰进入黑海，使北约难以向黑海增派海军力量。俄罗斯舰队也被相对锁定在这一海域内，形成一个两头受控的军事空间。同时，粮食出口通道与能源运输安全都被集中在这同一个瓶口上，使得这条海峡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是成为北约与俄罗斯博弈的前沿节点。英吉利海峡是欧洲内部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连接大西洋与北海，是北海油气、北欧资源进入欧洲大陆的关键路径。如果这一带被封锁，德国、法国等工业国家将面临阶段性的能源和原材料紧张，北欧的农产品与矿产出口也会受到明显影响。对欧洲经济而言，这种冲击不是缓慢传导，而是被踩刹车。在极端且持续受阻的情况下，欧洲各国的单季度 GDP 出现明显下滑，并非不可能。被封锁后，虽然船只可以绕行英国北部，经北海或苏格兰外海航线，部分货物也可以转为陆运，但无论航程、运力还是效率，都无法替代英吉利海峡。2009年，法国渔民封锁加莱、敦刻尔克等英吉利海峡沿岸港口，抗议欧盟渔业配额和燃料成本上涨，导致英法跨海渡轮航运中断。抗议渔民以密集船阵封堵港口进出口航道与渡轮航线，英法跨境渡轮业务仅仅中断了36小时，就造成高达1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多艘准备靠航的船只在港口附近海域排队滞留，海上拥堵队列一度接近50公里，生鲜、冷链物资大量延误变质，英法两国港口、物流、旅游等相关行业损失惨重。巴拿马运河最初由美国主导修建，1999年12月31日归还巴拿马政府。它连通大西洋与太平洋，承载全球约 3% 的贸易量，其中约 29% 的跨太平洋集装箱运输途经此处，是美洲贸易体系的关键中枢，也是连接美国东西海岸以及美洲与亚洲之间的最短航线。近年来，受干旱影响，巴拿马运河一再限流，也让它的重要性越发突出。一旦巴拿马运河被封锁，跨太平洋集装箱运输成本就会上升，美国西海岸港口将面临巨大压力，亚洲出口的电子产品与轻工制品运输周期被拉长，足以重创美亚贸易，并快速冲击全球消费和制造业体系。封锁后，船只只能绕行麦哲伦海峡或荷恩角，航程暴增8000海里，运输时间延长12到15天。2024年年底以来，川普总统多次点名巴拿马运河，批评收费问题，
威胁美国将考虑收回控制权，甚至表示不排除采取军事手段。巴拿马则回应称，运河主权永久属于巴拿马政府，不可谈判。不过在美国的战略性施压下，今年2月份，巴拿马政府以违宪为由，强行接管由香港长和集团运营近30年、合约至2047年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2座港口是巴拿马运河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咽喉，掌握着运河相当大的货量。巴拿马政府动用军事力量介入港口运营，强行驱离运营方人员，封锁系统，并随后将运营权仓促转交全球前2大集装箱航运巨头马士基与 MSC， 这导致港口在3周内的吞吐量暴跌。长和集团随即启动对巴拿马政府的国际仲裁，并索赔超20亿美元。这是一个对巴拿马财政有着实际冲击的索赔金额。因为这次事件，巴拿马的投资信用评级被下调至半垃圾级，而相关仲裁仍在进行中，预计最终结果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出炉。直布罗陀海峡是地中海通向大西洋的唯一门户，每年约有10万艘船只通过，占全球海上交通量的10%到20%，是连接欧亚非3大洲的关键节点，它无可替代。整个地中海几乎没有其他出海通道，一旦这里被卡住，等同于把一个内海集体封仓。地中海沿岸19国的对外贸易将直接陷入瘫痪，意大利、希腊、埃及等国的进出口通道将被彻底切断，依赖海运的能源、粮食与工业品流通也会瞬间断层。与此同时，地中海渔业、观光业全面停摆，欧洲与中东经济活动将出现断崖式的下滑。名义上，海峡两侧的领海分属于西班牙和摩洛哥，英国手里只有直布罗陀本土内一小块海域。可现实是，只要英国把港口握在手里，就能实时监控所有进出地中海的船只。再加上英国在这里长期驻军，已经对直布罗陀起到了实质性战略控制。最典型的就是2019年，英国以涉嫌向正在被制裁的叙利亚交易为由，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扣押了伊朗的格雷斯1号邮轮。随后，伊朗又在波斯湾扣押英国邮轮作为反制措施。2条完全不同的海峡被同一事件波及，直接引发了一轮国际航运紧张。与此同时，直布罗陀海峡也是非法移民与走私活动的重灾区。北非大量偷渡船只长期以来都以此为路线，各国海上执法始终承受着巨大压力，常态化的巡逻与管控从未停歇。此外，北约常年在该海域部署有军舰和潜艇，军事活动十分频繁。在这样的多重因素叠加下，直布罗陀海峡的安全形势向来复杂敏感，任何微小的风波或摩擦都有可能迅速升级为影响全球航运的航道危机。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并不是同一条水道，但在实际航线上构成了同一套航运系统。从地中海进入苏伊士运河，穿过红海，再经曼德海峡进入印度洋，形成欧亚之间最短、最核心的一条航运主干。曼德海峡位于南端，是苏伊士运河的入口，连接红海与印度洋。苏伊士运河位于北端，也是曼德海峡的入口，连接地中海与红海。这条通道承载着全球约 12% 的海运贸易，约 30% 的集装箱运输，以及接近 10% 的海运原油，是欧亚之间不可替代的运输动脉。一旦这里遭到封锁，随着海运价格的上涨，西欧工业将因能源与原材料的货期延迟而明显降速，东亚出口商品运输周期被拉长，部分行业还会出现停产或减产。冲击虽然不会导致海运界瞬间崩溃，但其规模足以接近一次全球性经济冲击。对红海的沿岸国家来说，
北端和南端在地理上是可以相互备用、分段使用的，但对那些需要直线穿越红海的国际航线来说，两端的任何一点出问题，整条航线就会整体失效，船只只能绕到好望角，航程增加约7000公里，运输时间延长将近10天。这种脆弱性在现实中已经被验证。2021年3月，一艘名为长次号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苏伊士运河搁浅，两端累计超过400艘船排队等待，部分船只只能绕到非洲。这次仅仅6天的事故就造成了全球供应链延迟和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事故发生后，长次号被埃及方面扣押，最终在付出巨额赔偿后才被放行。如果单就东亚来说，马六甲海峡是排名第1的生命线，它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运贸易，1/4的原油运输，同时承担近30%的集装箱运输，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核心通道。它的不可替代性在于，中日韩3国超80%石油经过这里，台湾、菲律宾、新加坡同样高度依赖这条航道。一旦被封锁，东亚各国能源进口将遭遇严重中断，工业体系在短时间内面临停摆风险，汽车、电子等核心产业链难以维持正常运转。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活动将明显降温，影响范围远超区域本身。封锁后，即使部分航运可以选择绕行巽他海峡或龙目海峡，但这些替代航道航程更长，配套港口也难以承载马六甲海峡的巨大通行规模，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功能性替代。近期，美国向印度尼西亚提出了领空飞越合作协议，也就是让印度尼西亚对美国开放领空，并给予美方长期空中通行证。一旦达成，美国在该区域的监视覆盖、巡航效率与应急响应能力将信手拈来。简单的来说，就是虽然没有主权，但可以实质性的控制马六甲海峡。不过从现实政治与地区主权敏感性来看，印尼政府对相关提案的接受空间有限，因为领空问题在主权层级上高度敏感，一旦形成常态化对外开放，势必牵动地区力量平衡，也会迫使印尼在大国之间明确站位。因此，美国借自由飞越印尼领空以达到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可能性，目前仍然偏低。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油阀，几乎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全球每天都会出现近1000万桶的原油缺口，只能靠各国紧急释放储备油来应急。但现实是，这些储备油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目前，澳大利亚、英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孟加拉国的原油库存已经纷纷告急，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也只剩下5周左右。再这样撑下去，用不了多久，除了主要产油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能源储备都会弹尽粮绝。接踵而来的后果就是油价飞天，欧洲、东亚这些高度缺油的地区就会出现加油站排队、燃油限购，甚至工业停产。而所有跟石油相关的产品，像塑料、化肥、日用品，物流成本都会跟着疯涨。再往后，粮食价格飙升，工厂大规模停工，国际航班大量取消，全球经济会被一步步拖入高通胀、低增长的困境。其实，全球已经在体验这种灾难性后果了。日本的油价在冲突初期一度暴涨1/3，虽然靠着政府释放储备油暂时回归原价位区间，但日用品的通胀正在加速。叔叔昨天去日本的 Costco 买垃圾袋，价格直接涨了70%，一个家庭还限购1包。排队的人一个个被收银员提醒，又纷纷道歉说不知道规定，不小心拿多了。人们克制而又尽量理解现状，但和真实而又残酷的战争伤害相比，
传导到7000公里之外普通人身上如此微不足道的场面，依然令人感受到战争正在以另一种方式抵达。从遥远的战争到普通人的餐桌，从大国工业到街边小店，除了靠战争获益的那一小撮人之外，没有谁能真正独善其身。这场由一条海峡牵动的能源危机，正在把一个我们早就知道却从未如此真实体验过的恒久不变的道理摆在眼前。最终为战争买单的，永远是每一个普通人。谢谢您观看本期的风流志。对于此次的海峡封锁危机，您的切身体验是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同时别忘了给我点赞哦，让我们下一次在风流中再次相见。